你有没有觉得啊，我们明明每天都在很认真的化妆，选的底妆呢也是有口碑的专柜的底妆，但是呢画来画去呢，照照镜子，总觉得自己怎么脸上的粉感这么重，一点都不自然，而且呢皱纹呢特别明显，甚至于卡粉也越来越厉害。其实这并不是你不会化妆，也并不是说你突然之间你的皱纹多了，而是你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。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，为什么我们中年肌肤一上底妆就容易卡粉、显纹甚至脱皮，到底应该怎么调整我们妆前的保养、底妆产品的挑选以及上妆的技巧，才能让你的底妆看起来轻薄服帖也更自然。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到了中年以后呢，我们的肌肤呢就会慢慢出现这几个变化。首先，我们的皮脂分泌会变少，整体皮肤呢会变得比以前更干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角质代谢也开始变得缓慢，皮肤呢容易粗糙。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在一直慢慢的流失，皮肤的支撑力也开始下降，所以我们的皱纹也会慢慢的出现。第四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的毛孔没有像以前那么紧致了，开始有点变大，特别是 T 字部位呢比较容易出油，两颊就特别的干。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还在使用我们年轻时候的化妆习惯，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底妆看上去不服帖，粉感很重。那么关键的这一步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的妆前保养。说到底，底妆产品再昂贵，也比不上比我们自己的皮肤保养来的重要。特别是到了中年阶段，我们眼睛周围的细纹也就会慢慢出现，也是特别容易显老的一个部位。所以对眼部的保养呢是相当重要的。最近我在使用这个 L&L Skin 他们家的这个眼部保养仪器。L&L Skin 这个公司呢是一个日本公司，我之前呢也很喜欢用到他们家的产品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，我很喜欢用他们家的这个妈咪的这个产品，它的这个产品用下来呢感觉非常好，特别适合我这种比较懒的人。我呢是特别喜欢这种又方便又容易用，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这种小巧容易携带的 skin device。 之前呢我也有分享过这个妈咪的 device， 它是很好在我的脸上能够起到一个刮痧美容，并且它还有蓝光红光的作用之前我在一个视频里有分享给大家，如果你没有看过那期视频的话呢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 L&L Skin 呢是来自一个日本的家用美容仪器的品牌，他们这家日本公司呢是专注于非手术方式的抗老化家用仪器的研发。他们公司呢也有长期多年的科研和产品开发的支撑，目的重点呢就是在于以尖端科技结合日式的设计，从而呢可以提升我们的肤质，使这些家用仪器呢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肤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以及提高我们肌肤的紧致度和弹性。我用的这个 Lina Pro Eye Massage Wand， 它是之前那个 Lina 这个旧款的升级版，它里面呢是添加了微电流、射频加热、红光的光疗以及微微的震动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吸收你眼部的保养品。我喜欢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它非常方便使用，它里面呢有设置好3个不同的 mode， 中间呢这个是开关，你按了它以后呢它就会亮这一个灯，它里面呢是有一个微电流的作用，然后你再按一下它就会有红光和射频加热，再按一下就会有微电流、射频加热、红光以及高频的震动，可以帮助轻轻按摩我们眼部周围。然后你再按下呢它就没有了。上下的呢就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耐受力可以增强和减弱。我现在用的呢就是第一档，我特别喜欢它，就是它很方便携带，而且用起来呢也很方便。它里面已经有设置好的5分钟的一个疗程，你一个眼睛做5分钟它就自动会停了，不用你去掐着时间，有时候你自己做一下按摩看看电视时间就过了，但是它到了5分钟之后呢它就自动会停止，不会让你过度的去刺激你眼部周围的肌肤。我用了它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对我来说呢，用到第2档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刺刺的，因为它里面呢是有射频的功能。我在用第1档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眼部周围有一点点微微的针刺的感觉。如果对你来说你的耐受性比我好呢，你可以用第2档到第3档，就建议呢你还是从第1档开始用。如果你觉得你能够耐受它第1档，
你可以再加第2档到第3档，这样慢慢的让你增加你自己的耐受性。关于这些微电流啊、红光啊、射频啊这些，我相信大家都不用我再怎么仔细的介绍了吧。这个 Lina Pro 呢，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眼部周围的黑眼圈、细纹，以及可以增加我们眼部周围的血液循环，更好的吸收我们眼部的护肤产品。还有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不像外面很多的一些 device， 他们需要用凝胶来配合这个 device 在你脸上使用，但是它不用，只要你在用它之前像平常一样用一些眼部精华油，或者是玫瑰果油 coconut oil， 又或者是蓖麻油都是可以。因为我们眼部周围的皮肤是非常 gentle， 不要让它来拉扯你眼部周围的肌肤就好了。用的时候呢，尽量是由里向外往上提升，甚至有时候呢，我还会用到我这个眉毛，就是眼部上面这个位置，不要用在你的眼皮上，因为我们的眼皮呢是非常薄的，尽量呢在你的眼睛周围去使用。用的时候的手法呢，就是用提拉的这种手法，眼睛上面呢可以用也是这种提拉的手法去使用。我自己用下来呢，觉得自己感觉自己的细纹没有那么明显了，而且我会和这个妈咪这个轮流使用。你可以135用这个妈咪的这个刮痧的仪器去用，24呢可以用这个眼部周围，不需要每天使用，1个星期用1到2次就能很好起到一个保养我们皮肤紧致的作用。哦，对了，它后面呢是还有一个插头的，它会有一个这样USB 的这样插头，每充1次电可以用个5到6次，出门旅游携带也很方便。这2个呢我都非常喜欢用，它里面呢都会有一个时间的设置，到了时间呢它就自然会停了，非常方便省力。我会把他们的专属折扣码放在下面的叙述框里，给有需要的朋友。除了我们平时对我们肌肤的保养之外呢，妆前的保湿呢也相当关键，也是取决于我们的底妆是不是服帖自然的一个关键。妆前呢有3个步骤是相当关键的，尤其是对于我们熟龄的女性。第一步就是深层保湿，尽量呢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再去上妆。我们可以用一些保湿型的化妆水喷雾，轻轻的按摩拍打，让你的肌肤呢喝饱水，这样我们之后的底妆呢就不会显得很干。第二步呢，可以选用妆前乳，特别是比较滋润型的妆前乳。当然了，也要根据你的肌肤状况，还要根据天气的变化。夏天的时候呢，可以选择保湿，然后呢少量的润肤露。如果你是油性肌肤呢，可以只上保湿型的化妆喷雾，可以避开妆前乳。第3步呢，就是如果你选择妆前乳，就是要选对类型。干性肌肤的人呢，可以选择滋润一点的，增加保湿感。如果你的毛孔是粗大的呢，可以选择有娇柔效果的，让你的肌肤呢看上去更加平滑。另外呢，在这里有个小提醒，在我们选择妆前乳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眼下、法令纹这些比较容易卡粉卡纹的地方。这些地方呢，在你上妆前乳的时候，最好轻轻的多按摩几次，让你的肌肤更加滋润，避免卡粉。然后呢，就是要选择底妆产品。那底妆产品要怎么选呢？哪些质地的底妆是最适合熟龄肌的肌肤？熟龄肌的肌肤呢，建议底妆千万不能乱选。我们呢要选择一些比较轻薄保湿的粉底产品，建议呢可以选用粉底精华、气垫的粉霜，又或者呢我比较喜欢这个 Hourglass 的水感型粉底液，因为它真的非常轻薄而且很滋润。虽然呢这个 Hourglass 的粉底液它的遮盖力没有那么高，但是它会给你有一种非常轻薄清透很自然的光泽感，让你的肌肤呢看上去很健康。另外在使用这一类的流感性的粉底液时候呢，我比较喜欢用手上，或者呢也可以选用那些很薄的刷子，均匀的涂在你的脸上，然后呢再把它慢慢的刷开，这样你的粉底就看上去更加服帖自然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尽量避免选择覆盖力厚的或者是太过雾面的底妆，因为太过雾面的底妆呢很容易卡在我们的细纹里面，而且它的妆感也非常厚，时间一长呢就会脱妆裂开。如果你需要遮瑕力很强的粉底液呢，建议你呢在上粉底液之前呢滴一滴精华，稍微稀释一下，这样上完以后呢给你有一定的遮瑕力，但是又不会让你的粉底看上去很厚重。第3个就是上底妆的方式，每个人上底妆的方式不同，也根据每个底妆的产品
像流动性比较大的这种轻薄的底妆呢，我比较喜欢呢用我的手来上妆，或者是用那种很扁的刷子，先在你的脸上均匀的涂一层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底妆太厚重呢，也可以用一个 Beauty Blender， 稍微的轻轻的拍打，吸走多余的粉底，让你的妆感看上去更轻薄清透。如果你选的底妆是膏体的，或者是 Foundation Stick， 这个时候呢，可以选择一些比较 dense 短的刷子来均匀的刷你的粉底，这样不仅可以让你的底妆看上去更轻薄，而且也会给你的底妆有一定的遮瑕力。记得特别是在我们的眼睛周围1翼2侧和法令纹上底妆的时候一定要轻，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按压，也可以用一些小的刷子轻轻的按压，千万不要拖，一拖了底妆首先给你拖走了，另外呢还会有纹路，所以呢就尽量轻轻的按压，不管是用手还是用刷子都可以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底妆更加服帖。其实粉底呢并不是我们的敌人，但它也不会让我们自动变年轻。真正让妆容好看、气色加分的是你怎么照顾肌肤，怎么选择产品，怎样上妆。你不需要化很浓的妆，也不需要遮盖每一条皱纹，只要让我们的肌肤状态变好，底妆自然就会透亮、干净、减龄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